2025年11月3日，一个美国旧案终于有了审理结果。距离案发8年时间，案件已经被人遗忘。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几乎没有频道再聚焦于这个曾轰动一时的惨案。那是在2017年，居住在凤凰城的当地素食名厨安东尼·米兰罗斯，他对身边的朋友说，这个圣诞节会有一件大事发生。圣诞节前3天，他向女友求婚，圣诞节前1天，他给自己开了一张支票。然而这些都不是他所说的大事。直到2017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人们惊讶地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他枪杀了一个母亲艾瑞斯和他的2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只有10个月大。原来这是他说的大事。他和艾瑞斯有什么仇恨？他为什么要选择在圣诞节作案呢？案件为什么又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审理？最终结果又是怎样呢？让我们一起目击这起血色圣诞名厨屠杀案。大家好，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探索黑暗中的真实人性。现在我们一起踏上这段血色圣诞之旅，先来到案件的发生地——美国凤凰城。受害人艾瑞斯·萨瑟兰居住在这里。案发时，他38岁，是犯罪人米兰的前妻。2人于案发10多年前相识。那时候，米兰体重超过230公斤，工作并不稳定，但是艾瑞斯还是选择了和他在一起。2006年，艾瑞斯与米兰的第一个孩子奈杰尔出生。3年后，他们在德州的休斯敦正式结婚。艾瑞斯有一份稳定的医院管理工作，他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米兰的人生转折发生在2012年，当时米兰在全食超市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结识了宣扬植物性饮食和纯素生活观念的名人斯托尔医生。他开始尝试斯托尔医生在书中推荐的素食方式，竟然成功减重了102公斤。因此他上了脱口秀节目，上了新闻，成为了当地媒体热捧的逆袭典范，还和斯托尔医生共同写作了一本新书。同时米兰把他的这一段经历写成了他的第1本个人书籍，名字叫《改变》。他的人生从此改变，他以素食厨师、励志演讲人、畅销书作者的身份走到了聚光灯下。在此期间，艾瑞斯始终陪伴在米兰的身边，2人搬到了凤凰城，追求更好的生活。艾瑞斯的职业生涯在这里有了新的晋升，他在一家手术中心担任行政管理人员，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2016年，在距离第1个孩子出生10年后，艾瑞斯再次怀孕。展开这条时间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美国梦的家庭励志故事。艾瑞斯的人生走向也应该是幸福的，但就在她再次怀孕期间，竟发现了米兰的一个黑暗秘密。原来米兰隐瞒了之前的一段婚姻和4个孩子，那一段婚姻于2008年才结束，也就是说，米兰在艾瑞斯为他生下了孩子奈杰尔2年后才结束自己的第1段秘密婚姻。艾瑞斯无法忍受欺骗，在小女儿阿诺拉出生4个月后，2017年6月和米兰办理了离婚。那么，是离婚的打击让米兰对艾瑞斯和1对儿女痛下杀手吗？2017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的开始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异样。清晨，艾瑞斯已经在自己家中忙碌，晚上将有一场20位客人的圣诞聚餐。此时，2个孩子按照协议安排，在前一晚去了米兰家，艾瑞斯会在中午12点接回他们。上午的时候，艾瑞斯联系了米兰，再次确认了去接孩子的时间。米兰在电话中告诉艾瑞斯，小女儿阿诺拉有些感冒，刚刚睡着，她不想把孩子吵醒，建议把接孩子的时间推迟到下午3点。艾瑞斯同意了这个安排。根据在场证人的回忆，2人的交流语气正常，
没有争吵或是冲突。下午2点左右，艾瑞斯再次联系米兰，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出发。随后，艾瑞斯独自驾车前往米兰的公寓，他将车停好，按响了门铃。门打开之后，艾瑞斯走了进去。接下来，并不是他带着2个孩子走出门的画面，而是米兰追着他从公寓里跑出来，两人似乎发生了争执。具体内容没有人完整听清，只看到艾瑞斯明显处于奔跑和躲避的状态。枪声响起，艾瑞斯倒在了公寓外的露台区域。2个路人在此时经过，他们没有看到艾瑞斯中枪的情景，只看到米兰在倒地的艾瑞斯的口袋里翻找着东西。于是他们上前查看情况，并热心询问艾瑞斯是否需要帮助。米兰挡住了2人看向艾瑞斯的视线，只是冷漠地回答了一句“他不需要”，然后亮了一下手中的枪，对2人进行威胁。2人连忙躲到一边，隐蔽了起来，并报了警。警察接警后迅速赶来，米兰听到警笛声后，从艾瑞斯身边站起来，他快速跑进公寓，将自己和2个孩子反锁在里边。警方立刻将公寓封锁起来，米兰拒绝走出房子。在2点52分，他非常奇怪地发送了消息给艾瑞斯的妹妹，内容是：“我杀死了艾瑞斯和2个孩子。”这一消息很快也同步给了警方。谈判人员尝试与米兰建立联系，确认孩子的真实情况。开始，米兰表示孩子们没事，之后他改变说法，声称孩子们已经不在了，但不久又说孩子们还在，警方如果强行进入的话，他会伤害孩子。他的说法不断变化，没有人能确认哪一句是真的。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警方不敢轻举妄动，和他对峙了起来。整整6个小时期间，米兰不时和警方发生交火，甚至击中了1名警员，造成受伤。大批媒体闻讯赶来，温馨的圣诞节变成了恐怖直播。又过了半个小时后，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点半，警方决定不再继续等待，他们向公寓内派出了探测机器人装置。机器人携带的摄像头显示，屋内地板上躺着仅仅10个月大的阿诺拉，他没有活动迹象。警方据此判断，米兰发给艾瑞斯妹妹的消息说的是实情，他早就对2个孩子也下了毒手。于是他们强行攻入了公寓，终于结束了这场对峙。米兰被制服并逮捕，地板上躺着2个孩子的冰冷遗体。警察在调查中惊讶地发现，就在几个小时前，米兰刚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圣诞视频。视频中，他和大儿子奈杰尔一起笑着唱着圣诞歌曲。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Do, do, do. 谁能想到，刚刚那段视频中的男人竟然在1夜之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那个笑容背后隐藏的是一个魔鬼吗？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米兰。他出生于1971年12月30日，案发时他45岁。关于他童年的信息公布的很少，但明确的是，他出生于一个不富裕的家庭。少年时期，他曾经参加过一个戏剧夏令营，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米兰的家人无法继续承担费用，老师们为他提供了一份奖学金，让他可以多待4周。而就在这期间，几位老师察觉到了他身上不对劲的地方，他常常会陷入一种忧郁和黑暗的气氛中去，而来源似乎就是他贫困的家庭。他的家庭带给他的压力从小就塑造了他黑暗的一面。当米兰成年之后，他对自己的家庭也不负责任。前面我们说到了，他对艾瑞斯隐瞒了自己的婚姻史。事实上，他所做的远远不止隐瞒。他的2个女儿艾伯尼罗斯和沙龙德拉罗斯事后对媒体讲述了更多背后的故事。2003年，米兰有一天突然不告而别，抛弃了整个家庭，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母亲妮可不得不向法庭申请离婚。米兰没有出席过任何一次听证会，最后法庭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批准了离婚。大女儿艾伯尼说，米兰常常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她不得不请假待在家里。
二女儿莎龙德拉说，米兰会以限制他们的食物作为虐待手段，这听起来多么讽刺！一个超重人士，他一边自己大吃大喝，一边以禁食手段惩罚自己的孩子们。多年之后，米兰出现在电视上，她变成了宣扬素食健康生活的名人厨师。两姐妹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敢相信，那个就是给他们带来童年噩梦的父亲米兰。米兰似乎完成了改变，她的黑暗一面消失了。她成功建立了减肥逆袭的形象，在各种健康讲座上巡回演讲，教授烹饪课程，出书上节目，还带着家人登上了《素食者》杂志封面。他参与拍摄了一个有塞缪尔·杰克逊和詹姆斯·卡梅隆等名人出演的纪录片《吃掉你的生命》。他在纪录片中笑容满面地讲述着自己的成功故事。在搬到凤凰城后，他与超级减肥王的制作团队合作，试图推出一档围绕体重管理的新电视节目。同时，他推出了一个名叫原味纯素的食品品牌。米兰似乎已经是一个名人，拥有了成功的人生，为什么会完全承受不了结婚的打击，做出杀妻灭子的疯狂举动呢？事实上，他的成功都是假象，高曝光没有给米兰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他一直试图将名气变现，但是电视节目的制作计划长期没有实质进展。他创建的多个健康餐项目都因执行力不足而失败。离婚文件残酷地揭开了米兰的真实财务情况。离婚协议中写明，米兰年收入刚刚超过3万美元，而艾瑞斯的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也就是说，米兰的名人生活完全建立在对艾瑞斯的经济依赖上。离婚后，孩子随艾瑞斯生活，但两人拥有孩子的共同监护权。同时，艾瑞斯每月向米兰支付750美元的赡养费。还记得影片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米兰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以公司的名义给自己开出了一张支票吗？支票的金额是5000美金，那是他当时账户上的全部余额。繁华只是假象，米兰没能真正走上成功之路，于是他回归了他的黑暗面。但在圣诞节那天之前，艾瑞斯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信号吗？艾瑞斯在离婚之前已经察觉到了米兰的不对劲。米兰将自己的减肥经历包装在一个父子的温馨故事里。他说，因为在环球影城陪儿子坐过山车，但坐不进座位，这深深地刺伤了他。于是他下定决心为了儿子和家庭减肥。这个故事帮助他成功塑造了形象，让他从中获利。因此，他常常带着儿子出现在自己的视频中。Now, you want to say anything? Well, He looks like he's winning an Oscar right now. Go ahead. I would just like to thank my parents and family for, I just want to say this is going to be fun. 这让艾瑞斯隐隐感到了不安，他并不希望儿子纳杰尔过多曝光于公众面前。其次，米兰将大多数时间用于塑造社交媒体上的形象，却忽略了家庭的基本责任。不断增长的公众形象压力也给他的情绪增加了超重的负担。他开始常常情绪异常波动，自言自语，说一些奇怪的话，有时忽然爆发愤怒，紧接着又会声泪俱下的道歉。艾瑞斯一直选择忍让，直到发现米兰的秘密婚姻，他终于提出了离婚。离婚后，最初两人的关系是友好的，双方同意共同监护孩子。但很快，米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对艾瑞斯的态度在绝望和敌意之间剧烈摇摆，然后走向失控。米兰交往了新女友，同时他疯狂打电话辱骂艾瑞斯。过不多久，又开始向艾瑞斯表白，说自己依然爱他，想要复合，想和他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但隔天又会发来极端的侮辱信息。艾瑞斯的姐姐告诉媒体，米兰曾威胁艾瑞斯说，他找到了一个巫毒祭司为他工作，要对艾瑞斯下诅咒，还说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在他周围流动。艾瑞斯的室友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表示，就在案发前2周，米兰对艾瑞斯的骚扰明显升级，甚至有一次他过来接孩子，竟然带着一把手枪出现。艾瑞斯当时非常紧张，米兰漫不经心地解释说，
他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朋友们也给艾瑞斯传来了一些不安的消息，他们说米兰整晚不睡觉，甚至有时候连续几天都不睡觉。当他出现时，精神异常亢奋，讲话语速极快，思绪紊乱，忽然又完全陷入沉默当中。既然有这么多的危险信号，为什么艾瑞斯没有提高警惕呢？因为他生性太善良，他选择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包括米兰。他简单的相信，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米兰都不会伤害孩子，他最终会为了孩子做出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没有人告诉他，米兰对于上一段婚姻中的4个孩子已经犯下了虐待罪行，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父亲。随着米兰的异常举动逐步升级，艾瑞斯还是提高了警觉。他告诉身边的朋友，他不忍心破坏孩子们和父亲共度圣诞节的机会。不过，这会是他给米兰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米兰继续表现怪异，他会申请孩子的独立监护权。不幸的是，他和2个孩子的生命都在这最后一次机会中被残忍夺走。安东尼·米兰罗斯以谋杀嫌疑被逮捕，随后他被起诉3项1级谋杀罪以及多项加重攻击指控，包括拒捕、袭警等，共计17项罪名。米兰拒不认罪，精神疾病成为了他的救命稻草。他的律师向法院提供了关于米兰长期心理问题的医学评估，声称他曾在案发前出现严重的睡眠障碍、偏执性幻想与情绪控制能力的下降。律师主张，案发时米兰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无法理性判断行为后果，应裁定无罪。由于米兰一方以精神状况为由多次申请评估，加之辩护团队不断更换、疫情、法庭系统本身的积压问题，使得案件经历了长时间的拖延和反复，在2023年9月才开始正式审理。法庭上，检方呈现的证据反驳了辩方的观点。米兰在案发前几个月的电子设备搜索记录显示，他多次搜索与谋杀相关的信息，包括消音器的原理与购买方式、酸液销毁尸体等词条。此外，他还关注了多起家庭灭门案件的报道，尤其聚焦于犯罪人如何隐藏杀机，并在社交平台上维持正常形象。检方指出，米兰执着于维持名人的人设，严重依赖艾瑞斯的收入来资助他活在虚假的泡沫里。而当婚姻触礁，事业受阻，表面的平静无法继续维持，他选择了制造一个轰动的灾难。2025年11月3日，陪审团在证据面前最终一致裁定，安东尼·米兰罗斯3项1级谋杀罪全部成立，多项加重攻击与袭警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宣布，具体量刑将在2026年1月9日正式公布。检方目前没有排除寻求死刑的可能性。如果米兰被判处死刑，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毒气室处决。但是，米兰的辩护律师仍坚持认为米兰是精神病患而非冷血杀手，并表示米兰考虑提起上诉。这个案件似乎还没有走到真正的终点。艾瑞斯是善良的，他看到了危险信号，仍然选择再给最后一次机会。而很多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多一次机会。米兰背负着黑暗过去，长期戴着面具，追逐泡沫般的梦幻生活。他本身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就算没有制造血色圣诞节，也很有可能制造血色情人节。任何走近他的人都在面对自己人生的一道劫难。8年过去了，米兰杀妻灭子的案件还没有落幕，但是人们已经开始遗忘。他曾参与的纪录片《吃掉你的生命》在2018年上映，删除了他的访问片段。全食超市、斯托尔医生、当地节目都对他闭口不谈，极力抹去与他相关的一切痕迹。但是艾瑞斯家人心中的伤痕无法抹去，更多相似的惨剧还在继续上演。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危险信号时，千万不要把目光转到别的地方去，假装没看见，不要欺骗自己说没那么可怕，更不要无止境地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这是我打捞起这个被时间掩埋的旧案，想给大家传递的信息。我们无法停止下雨天，那就一定带好雨伞。感谢你看到这里，你觉得米兰是精神病患还是冷血杀手呢？艾瑞斯的惨剧有可能避免发生吗？请点赞、评论、转发，帮助这支影片不被演算法掩埋。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平安的圣诞和新年。我们下次再见。